2023年9月，高雄港一头造价高达493亿新台币的黑色巨兽，在一片铺天盖地的嘲讽与全网的质疑声中，举办了一场下水典礼。没有成熟图纸，缺乏特种焊工，测试时管道破裂，系统报错，甚至潜艇外壳还被拍到坑洼不平，出现了令人触目惊心的兽马现象。无数网友在社交媒体上嘲讽，一艘连水都还没下的潜艇，居然敢宣布下水。甚至有人痛批这是榨干几百亿防务预算的政治作秀。一旦潜入深海，随时可能因为一条发丝般的焊缝瑕疵，在几百公尺的深渊下内爆，几十个人陪葬海底。但同时也有人坚信，这头被称为海鲲号的巨兽，即使带着满身伤痕，也是彻底改变水下防务体系的深海利刃。面对这两极分化的争论，真相到底是什么？今天我们将彻底拆解这艘千亿预算砸出来的争议潜艇，从被嘲讽的外壳变形，到它深藏不露的 X 型尾舵，从让工程师崩溃的底层代码互斥，到即将最终海试，这几百亿的学费到底是打水漂的智商税，还是换来了一张通往深海俱乐部的入场券？别眨眼，正片开始。决定自己造潜艇只是高层的一句话，但真正的困难是从切割第一块潜艇特种钢板就开始了。2017年启动设计，2020年正式开工，摆在工程师面前的是一张令人绝望的白纸，没有成熟图纸，没有施工工艺，没有摸过潜艇钢的特种焊工，甚至连建造潜艇的恒温厂房都是为了这个项目现盖的。这不是一次从1到10的技术升级，这是一场没有任何退路的从0到1的火力抢攻。造潜艇的第一道鬼门关叫深海耐压壳焊接，现在潜艇要下潜到水下200-300公尺的深度，那个深度的概念是什么呢？压强高达数十兆帕，用最直观的话来说，也就是每平方公分要承受几十公斤的压力，相当于几十头成年大象死死踩在你一个指甲盖上。在这种极端的深渊高压下，整艘潜艇就是一个随时可能向内爆裂的巨大高压容器，把它拼起来的唯一方式就是焊接。而这种高强度潜艇钢的焊接工艺是全球范围内公认的顶尖技术，在这里每一条焊缝都必须硬扛深渊的重压，不能有肉眼看不见的气泡，不能有微公尺级的裂纹，哪怕是只有头发丝那么细的内部瑕疵，在几百公尺的深海中都会在瞬间撕裂钢板，引发灾难性的内爆，让整艘潜艇在0点几秒内被压成一团废铁。当时台湾连一个合格的潜艇焊工都没有，第一批工人是重金请来的技师，怎么握焊枪，怎么控制预热温度，怎么走弧，怎么收尾，手把手教出来的。在封闭闷热的钢壳内部，焊工戴着厚重的面罩，顶着高温1公里1公里的往前推，每一道焊缝做完1秒钟都不能等，立刻推上 X 光机进行深层扫描，只要 X 光片上出现任何一次阴影，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直接用砂轮机全部磨掉，重新再来。有焊工回忆，那段日子睡觉闭上眼，满脑子全都是刺眼的电弧和焊缝。为了追赶进度，后来台船引进了 AI 自动化焊接系统，让机器手臂去处理标准化的直线焊缝。但潜艇首尾那些复杂的双曲面结合处，依然只能靠老师傅趴在狭窄的舱室里，靠着肌肉记忆和手艺硬啃。然而你以为咬牙闯过了焊接关就万事大吉，那就大错特错了。第二道深渊马上扑了过来，而且比焊接更让人崩溃，那就是系统整合。造潜艇不是像搭积木一样把零件拼在一起就行，它要把几百个供应商、几万个精密零件硬生生地塞进同一个封闭的铁壳子里，并且要让它们像一个人的神经系统一样绝对精准的协同工作。台湾潜艇制造的现状很残酷，海鲲号几乎所有的关键系统全部都在所谓的红区，也就是完全依赖进口。它的动力心脏来自德国罗罗动力系统，它的眼睛是美国的光电桅杆，它的武器是洛马和雷神研发，导航系统是荷兰 Neversub 多年沉淀款。他们的工业标准、不同的物理接口、不同的供电电压，甚至连底层的通信协议都完全不一样。工程师曾经自嘲道，这根本不是什么系统整合，这是克服语言障碍。最典型的工程灾难爆发在主机的自动充电系统上，柴油机是德国厂家的，充电控制器是欧洲另一家公司的，而电池管理系统又来自亚洲。这3家厂家的设备在各自的实验测试台上跑得完美无缺，可一旦在海鲲号的舱内接通物理线缆，系统瞬间大乱斗，信号开始疯狂打架。充电的切换时机完全不对，只要一增加负载，系统就会疯狂弹出报错警报，甚至连电池的剩余电量读数都是错乱的。光是这一个子系统的调试就耗费了远超计划的时间。技术人员语言不通，只能靠着翻译机加上急躁的手势比划，几拨人死盯着屏幕，一行一行的查阅底层代码，一个接口一个接口的拿万用表器对。这不是什么设备落后的问题，这就是首次进行系统整合必须要扒掉的一层皮。
全世界没有谁第一次造潜艇不会死死卡在这里。唯一的区别是，有人交这笔学费是在绝密的基地里，没人知道。而海鲲号交的每一笔学费，每一次报错，都被放在聚光灯下无限放大，变成了外界口中千预算打水漂的笑柄。但嘲笑改变不了物理规律，也写不出代码，系统整合的噩梦最终只能靠无数个熬红了眼的夜晚硬生生趟过去。那么让无数专家和工程师死了无数脑细胞，无数工厂工人手上茧子一层一层，这台潜艇到底蕴含着什么世界级领先成果呢？抛开无休止的争议与初期的工程地狱，我们直接看看它的武力值究竟如何。既然是自造潜艇，没有上一代的图纸可以抄，那就只能在全球顶级的现役技术里拼图。所以海鲲号的配置从一开始就带有极强的超越挑战属性。先看它的机动核心，尾舵它没有采用技术成熟但平庸的十字形尾舵，而是直接上了难度极高的 X 型尾舵。这不仅是外观拉风，在反潜战中，传统的十字座潜艇在潜水区机动时，不仅底部舵面极易触底，而且转弯半径巨大，动作笨拙的像一头老牛。而 X 型尾舵的4个舵面各自独立运转，能提供极其复杂的矢量控制。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海鲲号能在台湾周边狭窄复杂的海床地形中拥有刺客一般的贴地机动灵活性，但代价同样惨痛。X 型尾舵的4个舵面协同绝不是简单的加减法，它需要飞控级别的算法支撑，每一个舵面的角度都要根据航速、水深、洋流进行毫秒级的实时运算。这种核心算法，别人是绝对不会卖给我们。在第一次海试时，海鲲号的舵面响应就出现了致命延迟，没有捷径可走，工程师们只能回去生生改了上千行控制代码，才在下一次测试中消除了延迟。说完机动，接下来是潜艇的绝对生命线——声学隐身。潜艇战的底层逻辑不是谁的火力猛，而是谁先听到谁。你只要在水下发出一丁点不该有的噪音，对方反潜机在几十公里外就能把你锁定为了不变成活靶子。海鲲号祭出了最核心的隐身术——多级减震浮法与消音瓦。海鲲号几百吨重的动力心脏，并没有直接死死固定在潜艇外壳上，而是悬浮在多级减震浮法之上，通过重重阻尼器将机械振动彻底过滤。而在它的体表覆盖着自主研发的微孔结构橡胶材料小声瓦，当有声波打过来的时候，不会被坚硬的钢板反弹，而是像海绵吸水一样被这些瓦片瞬间吸收消散。依靠这套防御，它能把几百吨的金属巨兽彻底藏进这片大洋的背景噪音里。刚才你听到的就是决定潜艇生死的声呐。海鲲号艇首那个巨大的球形阵列就是它的水下耳朵，它配备的欧洲进口核心组件能让它在几百公尺深的黑暗中，从嘈杂的洋流、鱼群、螺旋桨等背景噪音中死死咬住目标的声纹。而它水面上的眼睛则直接抛弃了传统的穿透式潜望镜，换上了美制的非穿透式光电桅杆。这不仅保全了耐压壳的绝对完整，还能用高分辨率摄像头和红外模式，把水面情报通过光纤实时传输到舱内屏幕上。动力、隐身、感知、火控，最后全部汇集到全艇的中枢——战斗管理系统。虽然在调试期间，因为底层协议不兼容，这个系统经历了无数次的掉线和死机，但只要它被彻底跑通，海鲲号就不再是一堆拼凑的零件，而是一台真正的深海杀戮机器。海鲲号的测试阶段几乎是在全网的放大镜和唾沫星子中进行的。2024年中旬，一组照片在网络上疯传，瞬间引爆舆论。照片中正在进行水面测试的海鲲号舰首部分出现了明显的神秘凸起，而艇身外壳更是坑洼不平，无数人惊呼完了，还没潜水外壳就变形了，这质量简直是豆腐渣。真相究竟是什么？首先是艇首那个凸起，那根本不是什么水压导致的钢板变形，而是现代潜艇极其重要的被动测距声呐。为了追求最佳的声学接收角度，这种声呐阵列本身就是突出于舰艇流线型之外的结构。看看澳洲海军的克林斯级，或者是西班牙海军的 SP-80 潜艇，全都有这个一模一样的凸起。把高精尖的声呐设备当成外壳变形，完全是军事常识的极度匮乏。其次是艇身坑洼不平的受马现象，这确实存在，但这绝不是因为被水压扁了潜艇。为了隐身，外壳往往覆盖着一层非耐压的薄钢板或玻璃钢整流罩，在进行高强度的焊接时，薄钢板受热应力影响，产生局部的轻微凹凸，就像兽马突出的肋骨一样。这在工程学上叫做焊接热应力变形。虽然这暴露的船厂在薄板焊接火候控制上还不够完美，但它包裹在真正的超厚耐压壳之外，对潜艇的深水抗压安全性没有一丁点影响。事实上，海鲲号不仅没被压扁，反而正在稳步向更深的深渊挺进。那些嘲笑海鲲号是永远潜不下去的浮标的人，在2026年初遭到了暴击。根据最新公布的测试画面与数据，2026年1月底，海鲲号已经成功完成了100公尺的潜水潜航测试，并公布了清晰的下潜影像。
各项推进、舵翼和航翼系统均顺利达到预期目标。有人可能会酸，一艘现代潜艇下潜100公尺有什么好吹的？别人家的苍龙级都能潜500公尺了。如果你这么想，那就大错特错了。潜艇的海试是极其危险的，新舰测试必须要分段下潜，所有的首置潜艇测试绝对不可能一上来就扎进极限深度。标准的流程是先做泊港测试，再做水面浮航，接着是10到20公尺的呼吸管深度测试，然后才是50到100公尺的潜水潜航。最后，只有在潜水中确认了所有逃生系统、密封结构和管线承压都万无一失后，才会冲击300公尺左右的设计最大潜深。从初期的管道破裂，6部主机只有4部能转，到如今成功突破100公尺潜深大关。海鲲号用实打实的数据证明，它不是一件完美的艺术品，但它绝对是一头正在迅速进化的深海野兽。到这里，我们必须回答那个最核心也最尖锐的问题：砸进去整整493亿新台币，这艘潜艇到底改变了什么？在火力军看来，海鲲号最大的战略价值不在于它的消音瓦比别人的厚几公里，也不在于它的 X 型尾舵有多么花哨，它的存在本身就是改变台湾防务的终极底牌。非对称威慑，在没有海鲲号之前，水下防线靠的是2艘爷爷辈的2战古董和2艘80年代的荷兰老船，这几乎是在裸奔。但在现代反潜战的残酷逻辑中，只要一艘具备经营能力的常规潜艇成功潜入了深海，战争的算计成本就会瞬间逆转。只要藏在水下，对方必须被迫投入数倍甚至数十倍的水面驱逐舰、昂贵的反潜巡逻机以及日夜拖夜的阵列声呐，去进行长年累月的地毯式搜索。这就叫做用不确定性发挥最大的战场价值。我们不需要去争论这几百亿的学费究竟值不值这笔钱，因为这不仅仅是买了一艘海鲲号，它是花钱砸出了一个能扛住高压的专用建造厂房，砸出了一批闭着眼睛都能走湖的特种焊工，砸出一套跨越多套系统整合流程。这493亿是一张极其昂贵的入场券，有了它，后续量产的7艘潜艇才不用再从零开始交学费。不管外界的骂声有多大，这艘千亿巨兽已经切实地滑入了水中，潜到了海面以下。从一张白纸到深海亮剑，最难的那道从0到1的门槛，它已经跨过去了。真正的答案从来都不在演播室里名嘴的口水战里，也不在政客的作秀里，而是在200公尺深的水下，在那片谁也看不见却暗流涌动的深海黑暗之中。好了，关于海鲲号的故事，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别忘了点赞关注，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你认为海鲲号能够挡住未来的狂风骤雨吗？我是火力军，我们下期再见。好的，各位观众，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 T 恤，不仅超有态度，还堪称性价比之王。首先，它超级轻，拿在手上轻飘飘，穿上身更是零负担，舒服到让你忘了它的存在。其次，面料具透气，就像会呼吸一样，就算在外面跑1天，也能保持干爽，彻底告别黏腻感。最关键的是，价格真的让我惊掉下巴，仅需很少的钱，你就能拥有这份清爽。质量和舒适度绝对远超这个价位，闭着眼入都不亏，多买几件换着穿也毫无压力。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这种宝藏 T 恤手慢无，赶紧去抢。